说起这件事，你别乐。那最近呢，我就发现了一本特别实在的书，叫做《执行长日记》。作者 Steven 呢，是从一个普通人起家，靠网络行销，30多岁就赚到了40多亿的白手起家大佬。在这本书里面，就揭露了很多他从一无所有到赚钱、财富自由的手段，非常适合我们白手起家的人看。我把这本书看了3遍，找到了普通人一听就上手的赚钱方法。它的背后竟然也符合我自己的网络创业，靠互联网被动收益实现财务自由的逻辑。只要你把影片看到最后，你就可以把收入翻到几倍，甚至打造一个网络生意的帝国。大家好，我是海总，长期研究互联网赚钱项目，帮助你打造属于自己的网络事业。如果你隔壁家住的是一个天天不踏出房门，甚至还有偷窃行为的人，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害怕？他是正常人吗？他精神还好吗？你能接受吗？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却在30多岁的时候就赚到了将近10亿的人民币。这本书的作者2岁呢，就跟着父母搬到了英国的一个小港。他不仅有一个沉迷于买彩票把家产败光的妈妈，18岁的他因为不爱上课直接辍学了，每天挤在小卧室里面研究怎么赚钱。为了活下去，他甚至是去市场里面偷披萨吃。就是这么一个从出生开始就活在了一个地狱难度里面的男人，是怎么可以在4年之内从22岁就成为了好几家公司的老板，30多岁就成为了身价10亿的老板呢？那今天我就要站在商业的角度，从他所写的33个法则里面提炼出来4个最适合普通人快速创业赚钱的关键，尤其是最后一个，掌握这个最新的策略，你明天立即就能开始一门属于自己的网络生意了。法则1就是荒谬是比实用更好的宣传。在大学创业期间，我们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候我们推出了一款益生菌酸奶，我们知道普通的宣传很有可能没有用，我们做了一期极端的广告。视频的开头，一个人狂吃垃圾食品，然后满脸痛苦地冲进厕所。这时候最恶心的一幕来了，他的肚皮开始剧烈的翻滚，肠胃里面噗呲噗呲的发出怪声，甚至有些呕吐物从嘴角溢出，背景音效配合的惟妙惟肖。就在他要崩溃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身旁有一杯我们品牌的酸奶。随着他一口一口的咽下酸奶，肚子里的动静逐渐平息了，脸上的痛苦也慢慢的消散了。最后镜头切换到他满脸轻松的走出厕所，带着一种死里逃生的表情，举着酸奶说：“哦，是他救了我。”这个视频发布之后，社交媒体的评论区立刻就炸了，有人说这是他们看过最恶心的视频了，但是又忍不住分享给朋友。虽然有很多人表示被恶心的胃口全无，但是我们酸奶的品牌却迅速的蹿红了，成为了热议的话题，销量也因此大幅提升。经过这次的经历啊，我深刻的感受到，有时候荒谬确实比理性宣传更有冲击力。人们对那些突破底线、挑战感官的东西记忆深刻，这种记忆可以迅速转化为关注和讨论，甚至最终让他们尝试我们的产品。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行销。现在做生意，懂得行销真的是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父母的年代，便宜又实用的东西就会掏钱去购买，但现在产品实在是太多了，即便你的产品又好又便宜，但没有爆点和亮点，大家一点都看不上。我再说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前一阵子我去到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也就是中国义乌，到那儿去出差。我看到很多的厂房跟店铺都关闭了，还在做的店铺根本在本地都招不到人的状态。那是因为在这个全民电商的城市，你招到的员工基本上他的家人、老公啊或者老婆呀，他七大姑八大姨就是你们的同行，大家在义乌卖的商品都差不多，所以说都不好卖。如果知道了你家的某一个上新的产品爆了，那么你的员工他就会立即告诉他的家人，马上跟进做你的同款。如果你不想被超越，那你只能不断的出一些有新鲜感的产品，因为现在的供应链太成熟了，所以产品的同质化也很严重。这就是一个产品比用户多的时代，用户他不缺选择，在意的与其是你能不能做到最好，不如说你能不能做到有噱头，抢占用户的注意力，去抢流量。在这一本执行长日记，其实作者 Steven 他当时白手起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他在10年前默默无闻，公司也没有赚钱的情况下，就敢直接砸了13000多的英镑去买了一个蓝色的巨型滑梯，放在了办公室。当时别人都以为他疯了，但结果是这个荒谬的举动让当时的各大主流媒体都对他的事件大爆特爆。
他的公司从零一夜成名，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突破了他的事业的冷启动期。这就是书中所讲的第一大法则：荒谬比实用更好的宣传。所以呢，在这里的启发就是，我希望给所有创业的人一个建议：我们的传统教育就是让我们拥有集体主义，墨守成规，导致很多人其实都不敢去大胆的尝试。但其实我们创业是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反而更不应该去被限制住，应该不断的去突破常识，找到一个好的产品，找到一个好的形象卖点，然后做好自己的行销，那么你的生意自然就会长长久久。那我们来讲第二个法则，叫让你试用，你就会购买。首先，如果你想创业，你如果想把产品卖得更好，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就是降价，或者说是促销呢？这个就是最简单最无脑的方法，因为降价这种方法抢客户基本不用脑啊，而且消费者人人都想占便宜。但是在这个时代搞这一套，我认为创业就是死路一条。在这个产品过剩的时代，很多商家就已经在用这一套去卷了。例如说喝咖啡就好了，我是一个很爱喝咖啡的人，不喝咖啡我每天都会觉得很犯困，浑身都难受，所以说咖啡也算是我的刚需。那以前我都是喝星巴克的，现在我已经有大概1年多没去过星巴克了，我基本都是去喝瑞幸。为什么呢？因为星巴克一杯30多块，瑞幸9块9起，一般10几块，星巴克的半价都要比瑞幸还要贵。其实大家都跟我一样啊，不是星巴克喝不起，而是瑞幸更有性价比。有便宜的干嘛不喝？反正味道上也尝不出来，差不多嘛。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其实都是贪便宜的这个人性。所以品牌现在都已经有了共识，在往低价里面去卷了。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大品牌在资本市场拿到了融资，可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实力雄厚，可以以量取胜。而我们普通人白手起家创业是绝对不可以用低价硬刚的。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给出的答案就是用体验式行销，也就是这本书中所说的让你试用你就会购买的原则。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自己过去被成交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经历。如果你对我比较熟悉，应该知道我家有一个养了3岁的狗狗丁丁。那作为一个经常出差3天2头不在家的人，虽然说我也很爱狗，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其实是不具备养狗的条件的。那要说起当年养丁丁的缘分，就是这个体验式行销。这个事说起来话长，有一次我陪朋友去狗狗乐园，但是我自己又没有养狗狗。这时旁边一个老板就说，可以让狗狗陪我玩一会儿。然后邂逅了丁丁，跟他玩了1个下午。要走的时候啊，老板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把丁丁带回家呀？然后我就很犹豫啊，他也看出来我犹豫，他就问，你其实不用买，我租给你，你要不要？那丁丁当时的身价大概是500多块钱，他在我心里边到现在肯定是无价的。那老板呢，他就说，行，你押我500块钱在这儿就可以了。你把狗狗租完了之后还给我的时候，我再把押金退给你，然后每天的租金是15块钱。当时我就觉得很不错啊，能够独享，能够拥有这种沉浸式的陪伴，那我就把丁丁带回家了。当时丁丁在我家就住了2周左右的时间。这个期间的时候，我是十分不忍心把丁丁交还给老板。首先因为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嘛，而且他中途病了几次，我带他去了几次医院。那个时候肯定也是担心起来了，有了情绪的波动，人就有了感情。虽然丁丁他是我的家人，但在那个场景之下，他其实是个产品。老板就是用他的体验式行销让我来喜欢上了这个产品，最终我把它买下来了。而且到归还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在意丁丁的价格的了，因为他已经是类似于我家人的存在，我非常的喜欢他。后来呢，我又遇到了隔壁栋的其他阿姨，这才知道其实在我们小区很多人都是从那个老板那儿买的小猫小狗，都是跟我用的一样的销售方式。所以未来创业做生意，其实比起搞促销搞减价，体验式销售一定会是一个更好的策略。我还想起来有一个冰淇淋公司也采取的体验式营销这种模式，它没有在常规的店铺里面销售，而是将一辆复古的冰淇淋车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艺术装置。车是涂满了五彩壁画的那种感觉，还有现场的音乐表演，甚至还有一个迷你的舞台，让人们在上面可以演出。
这个移动装置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推出一款独特的限量口味冰淇淋，这个口味只能在这个站点品尝，而且口味的灵感来源于当地的文化历史或者受欢迎的当地人物吧。例如在以一个街头艺术闻名的社区，他们就创造了一个叫做涂鸦脆片的口味，这是一种明亮颜色与大胆风味的混合，向当地的艺术氛围致敬吧。随着这次巡演在城市当中的展开，消息也迅速就传开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体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冰淇淋，还因为整个的活动，人们一起聚集起来，不仅是为了美食，也是为了那种体验。现场的表演与当地艺术家的互动，社区的氛围，使得每一站都变成了一个小型的节日。到了夏天结束的时候，这个冰淇淋已经成为了城市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的销售额也飙升，并建立了一个忠实的客户群。这个客户群将他们的品牌与欢乐、创造力还有社区联系在一起。这次体验式营销活动不仅仅是卖冰淇淋，它卖的是一种人们愿意参与的体验。像这个故事呢，就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营销经验：在充满选择的世界里，你所提供的体验可以成为关键的差异点。他们不只是推销产品，而是创造了一个与人们内心深处产生共鸣的难忘体验，从而得到了持久的品牌效应。那书中的第3个法则就是想创业就别怕得罪人。一开始我也先说一下我的创业经验好了。好久之前，其实我在 IG 上搞过调查，就是问大家为什么追踪我这么长时间，却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网络创业呢？我记得当时有超过70%的人的答案是，都是因为说害怕露脸，害怕被骂。总的来说吧，大家都是因为害怕发表观点得罪人。不过像我们的第1个法则里面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你是老板，你有自己的产品，你的义务就是把新的东西带入市场，把行销做好，哪怕是足够标新立异。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从众。就好比说乔布斯吧，如果说他当年没有忽视公司的人的反对声音，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是把苹果的产品做得和其他的手机一模一样，来讨好大众，今天还会有苹果吗？我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在意别人怎么想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不缺产品的时代，产品行销的终极的战争就是从口碑和认同感的战争。你无时无刻不要站稳你自己的立场，你才能把你的产品卖得出去。那关注我的小伙伴，我相信很多都是想要做网络创业和自媒体的。我知道你们最大的烦恼就是发表观点被无辜抨击了怎么办？我的答案就是，你根本不用去管它，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自媒体行业它跟其他行业不同，就是需要你把你这个人当做一个产品去营销，你要用你自己的观点来把你这个人给卖出去。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像你的观点，其实真正想要传递的人是在左边，单纯讨厌你的人或者说看你不顺眼的人在右边，但是你又不想被他们讨厌，但是又希望让左边的人能看到，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如果说你只是想传递类似于中间层那种暧昧的内容，你会连左边那些你想要的观众都会失去掉。那在这里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记得我之前讲过一节课，叫做不想上班就辞职吧。我在这里面的观点就是告诉大家，不要疯狂做用时间换金钱的工作，要去培养未来能够成为资产的这样一种收入。所以说我就很直接的教大家不要浪费时间，纯的在上班做螺丝钉。结果不少人就在下面反驳和挑剔，其中有一些对自己的人生一点都不思考也不负责的中年巨婴，仅仅是因为听了别人的观点，他自己也不思考也不努力嘛，下面就在那嚷嚷说不上班你养我啊。那作为一个我其实是真诚分享的自媒体博主，说实话放普通人早就气炸了，但是对我来说这都是无所谓的，因为这些人呢就是对我来说右边的人，也就是我一开始就已经放手不想去理他们的这样一伙人。我真正想吸引的是认同我的价值观的人，也就是左边的人。作为一个创业者，尤其是专注于内容创作的人，我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就会无限的在讨好的边缘游走，结果谁都不会为你这个人买单。那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就会失去很多人的认同，这样以个人品牌为基本盘的公司也很快就会倒闭了。所以如果你是创业者，你是做生意的，首先你真的不要怕得罪人。如果你在创业职场上面，你觉得自己一直都赚不到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了。
你没有自己的个人特色，还有个性，你的替代性太大了。有你没有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公司都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说，我非常的建议大家要多表达自己的立场还有看法，把自己的价值传递出去。因为你没有义务去满足和讨好所有的人，你只需要为同频的用户提供价值就 OK 了。这样做就能够培养到足够的影响力。书中的第4个法则是价值取决于情境而非技能。我们都说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机会赚钱，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有能力、有知识、有技能，依然在996打工，赚的还不如菜市场的叔叔阿姨呢？其实发现赚钱和谈恋爱真的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人你喜欢，你追了3年5年都追不上，但是转头3个月他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而现在很多人在同一家大学毕业，同样的技能，你10年辛苦后发现不如人家1年赚得多，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钱它只会流向有价值的人的口袋里。但是你知道吗？价值的定义不是1+1，不是你的口袋有钱，你这个人就有价值；不是你的脑袋里面有知识，你这个人就会有价值，而是你帮别人解决问题的程度有多大。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4个字：等价交换。我举个例子啊。这本书的作者 Steven 他也提过，他之前辞去了社群媒体行销执行长的职务，之后就跑去了生物科技公司的行销企划。当时对方直接开了10倍的薪资请他，他当时就傻眼了，觉得这个公司是不是写错数额了？之所以不敢相信，是因为之前在这个社区媒体公司里面，平时服务的都是电商啊、消费品啊、科技业的老板啊，他们都是很懂行、很懂行销的，因为这些行业本身就必须对网络行销非常的了解。但是相对生物科技公司这种不擅长行销的行业来说 ，Steven 他就是高人啊，纯的高人，值得多10倍的价钱。那即便是说 Steven 提供的服务跟之前的公司一样，其实现实也就是这样，价值是取决于使用场景和情境，而不是你的技能。因为很多时候你赚不到钱，你以为是你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你把你的价值放错了方向，放错了地方，放在了一个不被重视的环境里面。但凡你把技能、能力换个对象和环境，你的能力经验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你的收入自然就会水涨船高了。好比说我在创业之前，其实我做过一些公司的社区媒体的咨询，随后我就发现，那为什么我不直接把那些给公司的建议直接放在社区媒体分享出来呢？结果这样一个简单的转变吧，让我的收入仅半年多就多了数10倍。这是因为原本我的价值只服务于一个公司，而通过网络上面的分享，我可以同时服务非常多的用户，而我的技能是不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说要把时间放在天花板收益高的地方，要聪明的去做，不要盲目的去做，选择大于努力，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那以上呢，就是我从这本书《执行长日记》关于事业与人生的33条法则，觉得对这个时代的大家赚钱最有帮助的4个法则。第一，荒谬是比实用更好的宣传。法则2，让你试用你就会购买。第3，不要怕得罪别人。第4，价值取决于情境。顺便呢，我在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下，不知道我上面说的哪一点对你来说最有共鸣，最受到了启发呢？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参与跟我们的讨论。这些法则你看完之后，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共同点？人这一辈子赚钱最大的机会不是由努力决定的，而是由方法决定的。就像创业来说吧，但凡你找到了正确的行销方式，回报可以是你以前死磕的几10倍。打工的，但凡你换个地方出售你的技能，收入就可以升级跳跃。但是你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效，只取决于你自己的认知。就像我6年前呢，我就在想，好想成为一个不用上班的网络创业者。那时候我就看到了个人品牌的红利，所以说就以现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作为自己的一个创业方向，就去做了。当时身边的人都很不理解的，因为我那时候放弃了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一点启发的话，记得在右下方点一个赞。那未来 YouTube 也会源源不断的把这些知识推送给你哦。我是海总，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网络创业、网络赚钱、知识付费、经营自媒体的知识和经验的话，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过几天再见，拜拜。